来，放，小心啊！好，慢点，好，来，好，放，接住了，来，慢点，好，来，翻过来，来，好，再来一袋。报告营长，是。刚刚对我营伤亡状况进行了统计，目前全营在木桥西与敌恶战中，已经牺牲了1个连的战士。那么我们剩下的兄弟，就要为英勇战死的弟兄们报仇。富贵，还惦记你那小金猪呢？早知道会丢，你还不如给我呢。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幸灾乐祸。哼！有情况，做好战斗准备，隐蔽。日军的行军速度常常是惊人的，即使我们有了心理准备，他们的行军速度还是让我们感到很意外。这是日军前往太石桥进行增援的部队。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太石桥那边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了。怎么办？我们绝不能恋战，应该趁敌人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时候冲过去，打乱打懵了他们，然后通过这里继续向太石桥前进。如果我们一旦跟敌人交手，万一被当前之敌纠缠住，就会耽误对太石桥的增援。是不是可以大摇大摆地与敌人并肩而行？这样做很危险的。兵不厌诈，我们让战士们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好，那我们就试一试。出发，走。第66军185师第53团现在到哪里了？目前电台还在静默中，说明部队正在行进。就看第5师第13团一营王松高部能否坚决地阻击住日军的攻击了。营长，炸药已经安装完毕。好，一旦日军上桥，就连桥带人都给我炸了。是。古賀君。はい。君は石碑から戻ってきたばかりだ。そこで聞くが、君は現在中国軍の防御準備はできていると思うかね？戦争で重要なのは我々指揮官と戦士たちの固い決意です。今住民たちは皆中国軍を支援し始めております。この戦争勝て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古賀君、悲観的すぎるな。今回の作戦で挫折した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だが君は無事に戻ってきた。しっかりしろ。君はここで素晴らしい勝利を目にすることだろう。はっ。武運を祈ります。
通知各连，做好战斗准备，把桥给我炸了！是。王松高营长，让他们务必坚守住阵地，告诉他援军正在赶来的途中。是。まだ突破できないなら、あとは迂回するしかないぞ。引线被炸断了，无法实施爆破。冲上去抢修的兄弟们都牺牲了。走，去看看。我这个营长没那么重要。长官，我师目前损失非常大，如果后援的友军还来不了的话，我将亲自到桥头督战，请您务必做好后续的准备。突撃してくる中国兵たちが何を考えているかわからない。でも彼らが死ぬ覚悟をしていることだけはわかる。彼らは国のために命を捧げた。死ぬ瞬間、彼らはきっと誇りを胸に抱いているんだろう。师长，说，第13团负责守卫桥头的一营营长王松高牺牲了。
告诉第13团团长连步高，请他亲自到桥头督战，告诉他，如果他也牺牲了，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家人，处理好他的后事，并且接替他到前线指挥。是。第5师经过连续的苦战，已经是疲劳之时，全师正是靠着顽强的意志，在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如果第66军553团不能按时增援太史桥的话，那么太史桥的失守一定是必然的。明日の朝大司教を落とすよう横山司令官から命令が下った。私が司令部にいた時から横山司令官は大司教が中国軍の重要な防御拠点になると心配なさっておりました。今から思えばまさにその通りになりました。司令部はすでに航空隊による支援を許可した。それに毒ガス弾も手配した。中国軍に壊滅的な一撃を加えるのだ。我々はきっと横山司令官閣下の采配を実現できるはず。大司教を奪うのだ。では自分に最後の攻撃をさせてください。古賀君、君は横山司令官閣下の直属だ。直接戦わせ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君の安全を確保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小林、ここにいます。来い来い。はい。小八を叫び一足戦闘を自殺し戻りを言われた。はい。小林学回りました。小林、ここでの我々の任務は戦うことじゃない。参戦する必要がないんだ。これまで疲れたろう。ゆっくり休んでくれ。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よし。现在战斗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我将亲自到桥头督战。长官，我的家人就托付给您了。撤！都撤！师长来了，不能撤退！兄弟们，兄弟们，撤退啊！兄弟们！兄弟们，坚持就有希望，退却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不能再退了。刘师长，您辛苦了。霍少校，你们来得太及时了，谢谢你们。师长，我想知道为什么阻击部队到现在还没有炸断桥。炸药都已经装好了，但是引线被炸断了。师长，那让我去看看。前副本，你不要命，脖子伸那么长，想让日本兵当靶子打呀？娃子，哎，娃子，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说吧，长官，保证完成任务。我们要对桥那边的日军发动一次攻击，你要趁机到大桥下面的桥梁处点燃那里安放好的炸药引线，炸掉大桥，让日军再也无法过桥。好的，长官，放心吧。慢着，长官，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比麻子完成的好。富贵，这是非常危险的任务。长官，危险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事儿了。你放心，我绝对完成任务。好吧，那就交给你了。多谢长官，我走了。我去看看。不急，再等等。线接上呀！线断了，那头掉桥下边去了，再拿根新的过来。我去帮他，小心点儿。长官，我准备好了。好，上！掩护！怂货，快把我拿下来！一会儿拿着这件事一直往回跑，知道吗？别回头，快！富贵，把这个拿到后面去。是。那个士兵真是非常的勇敢，真是好样的。江防军第5师全师上下用命，合力同心，以捐躯508人的惨烈牺牲，在后续赶来的第66军185师553团支援下，
终于在太史桥阻断了日军脚步，粉碎了日军跨越太史桥并由此席卷石牌的图谋。麻子，麻子，你在哪儿？麻子，麻子，叫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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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回来吧！只要你能回来，我保证我再也不财迷了。小金猪我不要了，只要你能回来，行不行？我不要了，回来吧！长官，我在这儿。长官。麻子，麻子，嘿，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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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活着？文明的死不了。你们俩等我一会儿啊！你现在才来找我，干什么去？我看看我那小金猪还能不能捞起来啊！你个没良心的！我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找小金猪？给我回来！长官，你看这臭不要脸的！你给我回来！兄弟们，一会儿江边集合。好嘞。弟兄们，今天我们又可以毫不吝啬地穿上我们已经保存了很久的、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海军军服。我们又有机会可以实现我们报答国家和百姓的愿望。我们又可以像一个海军一样去战斗、去牺牲、去杀身成仁。前有为国捐躯的英烈邓世昌邓大人，后有我海军诸人。我相信你们的荣耀将会因此而注定发扬光大，永远的留下来。弟兄们，让我们为国战死吧！你们愿意吗？愿意。四位，摆弄这船，我比你们熟悉。不是，你们这干啥呀？即将人啊！
这猪是用来伪装水雷的。啊，我真心疼这头猪啊，够不少人大吃一顿的。哎，富贵儿，你跟娃子2个就留在岸上吧，下船。为什么？你们不是海军出身，不了解如何处理的技巧，我怕到时候出现问题，你们无法解决。下船，服从命令。是。快下去吧！停！不来！快！走！地面に大量の浮物と下の下身寄せが発見しました。川に沿って流れてきた生活ゴミだと思います。中国海軍は武漢作戦で以前水雷を浮物の下に隠し我が軍の旋回付近に漂わせ爆発させたことがある。小屋の浮物を警戒しなければ大砲で撃て移送するんだ。はっ、射撃準備。はいはい。开炮！炮火准备！炮火准备！预备！预备！放！炮！
掩护他！好样的，兄弟！日舰被炸沉了！日舰被炸沉了！石牌保卫战，中国海军沿江布雷700余枚，炸毁日军主力战舰1艘，伤损日军船艇100余艘，始终未让日军舰船越过石牌一步。母さん、もう長い間手紙が来ていません。どうしていますか？5月の長江流域は暑くなってきました。花が咲き、鳥のさえずりが聞こえています。でも失望の思いは変わりません。毎日人を殺している人間に美しい世界は見えません。不安が空気となって僕たちを包み、いつ危険が訪れるか誰も分かっていないのです。把导梁机给轰炸！快点去！去司机啦！快点！你们这是没谁弄的！最近中米航空隊の活動がますます活発になってきた。僕たちの空中での優位性が減っている。兵士たちは皆帰りたがっているが、戦争は士官たちが望むように終わる見込みがないままだ。集合！右向け、右！前へ向け！本艦は貴様たちと共に最前線で戦うことを司令官に志願してきた。あの歩兵装典には重要なことが記されている。一つ、指揮官は軍隊指揮の中枢にして、また団結の核心になれ。剣伝ダウンの魔人たち勇猛沈着、部下をして富岳の重きを完全締めざるをべからず。私は今回これを行動で証明してみせる。諸君、共に戦えることを光栄に思うぞ。よろしく頼む。はい、解散。おい君、出発の準備をしてきてくれ。頼んだぞ。行ってこい。小林。小隊長。2機はまだ続けているのか？はい、隊長、続けておりますが、失礼します。古賀さんで構わんよ。
共に死線を乗り越えてきた仲だろう。私のことも日記に書いているのか？いえ、隊長、古賀さん、まだそれは書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私のことも日記に書いてくれるか？日記は基本的に母に向けた手紙みたいなものなので。そうか。これは失敬。今の頼み事は忘れてくれ。いえ、古賀さん、書きますよ。母に古賀さんのことを報告しようと思います。本当か？それはいい。古賀さんはなぜ僕の日記に抱えたいのですか？戦争だからだ。戦争で記録として残るのは将軍たちだけだ。我々は自分たちで残さなければ何にも残らない。戦争はお好きですか？ああ、好きだった。とてもな。戦いこそ男子の本懐だとも思ってる。だがこの馬鹿げた戦争を一刻も早く終わらせたい。もちろん日本が勝利するという上でだがな。なぜ日本が勝利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んですか？どちらの勝ち負けもなく終わら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んでしょうか？日本は小さすぎる。資源の乏しい日本は負けたら立ち直ることができん。賠償金も払うことができん。だから小林、このバカな戦争を誰が始めたとしても家族のためにも今は戦うしかない。絶対に気落ちしたり迷ったりはするな。いいな？はい。古賀さんは僕が戦争にうんざりしていることを知って心配して説得しに来たんだ。でもこんな説得は僕にとって何の意味もない。僕はもう国の大義を使った愛国主義に嫌気がさしている。目的は単純な兵士たちに必要な時に戸惑いなく命を捧げさせるために他ならない。这些天来，关于日军进攻方向的争论，在第6战区长官部里面一直进行的十分激烈，没有结果。绝大多数的参谋们都认为日军锋芒毕露，骄纵狂妄，自恃兵力和武器的优势，绝对会一气呵成，直接进攻我军的正面防线，企图尽快的攻占石牌要塞，以达到其战略目的。日军在过去曾经这样做过，但是严重的受挫。这次还会如此强行的进行吗？按照日军以往的做法，他们对自己的军事实力过于狂妄自信，所以往往会采取强硬的方式，毫不避讳我军。并且日军发动鄂西战役的一个目的，也是要寻找我军主力作战，力图最大的削弱我军的军事实力，所以肯定还会选择与我军进行决战。我对此保留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兵不厌诈。日军经过长沙会战以后，在中国内地的兵力已经大不如前，他们绝对不敢再冒险用兵了。我在会议上也是这么说的，但是长官部的参谋们认为，横山勇这次发动鄂西战役本身就是一次冒险，冒险始终是他的用兵作战风格。长官，吃饭吧。
何？みんな静かにしろ。すぐに準備して出発だ。これからは極秘の任務だ。我々静かに行動する。動け。我军正面防区前沿侦察兵发现，大批日军正在集结，似乎在为进攻做准备。这么说，参谋部的判断是正确的了。而且，我们空中侦察也发现，大批日军正在向我军正面防御地区进犯。那就按照第一方案部署吧。是。日军已经开始对我军正面防区展开了进攻。战区长官部要求我们要全力防御，伺机反攻。但是，我建议我们还是要提防日军的诡计。谋兵之道，在于明辨。日本人的大炮打得真猛啊！凭什么就说是日本人打的炮呢？就不能是我们的炮打的吗？福贵，哎，给我看看。你说胡长官现在心里头是不是特别着急呀？肯定已经百爪挠心的想飞过去参战了。老师，我很奇怪，为什么日军一定要选择以最愚蠢的方式，在最不利于自己的地方对我们发起攻击呢？这不像一个诡计多端的指挥官的作战思路。我认为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医生，如果你是横山勇，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进攻路线？可选择的进攻路线有很多，但是侧击我军防线可能是最好的选择。那好，医生，我决定派你到日军侧击的必经之路进行侦查，如果发现敌情，立刻回来通报。是。後ろに伝えろ。水筒をぶつけて音を出さないよう注意。タバコも禁止だ。足音も抑えろ。止ま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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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辛いのは分かってる。だがこの辛さを乗り越えれば被害を最小限に食い止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いいな。お前らならできると信じてる。進め進め。早く。集合。これより本作戦を説明する。我々は今のところ赤海正面よりうまく回り込み敵偵察を避けた。これより側面より奇襲攻撃を仕掛ける。今回の目標は中国軍第11師団数千人の部隊だ。すでに我々は本部より増援を得ている。重慶は
我々の手に落ちるであろう。以上。全体右向け右。中隊全体が突然わけのわからない興奮状態になった。司令官の優秀な指揮により僕たちは再び局部戦闘の優位性をつかんだらしい。石碑はもう目の前だ。哎，副官啊，你背的什么呀？这我哪敢偷看啊？反正长官让背着就背着呗。啊，你背累了，我可以帮你背。你没这个资格，你以为谁都能背呢？你这人，你哎，长官，你说这山这么大，藏多少人，咱们也看不出来啊。那也未必。山里这么空旷，有点声音都能传得很远。二位，如果你们是日本兵的话，在这里行军会怎么办？不能出声。长官，他们要真不出声的话，那咱们还真拿他们没办法。长官，这家伙虽然蠢点，但我觉得这话有道理。华子，你们俩谁嗓门比较大？哎，你们比赛一下，都喊2声让我听听，我看谁的嗓子最好。但是我有统一要你们喊的话，你们只能喊这个。みんな静かにしろ！小鬼子们，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小鬼子们，投降吧！小鬼子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さあ、どの部隊が撃った？我々の居場所がバレる。急げ！早く前進しろ！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哎，行了。第3師団は紅葉高架石から義勝圏を攻撃する。第11師団は中国軍第11師の南林半陣地を攻撃しよう。我是胡医生，请问您是哪位？是我，江美云。美云，我通过杨帆参谋长找到你的联系方式，我出院了。太好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的心情。喂，喂，通讯兵啊，什么事啊，胡少校？电话怎么断了？赶紧去检查。是。江中尉，电话线被炸断了，通信兵正在抢修，请您等一会儿再通话。我不能停留，要继续赶路。报告胡少校，是对方线路问题，我们正在力图用无线联络。医生，我们就要见面了，别急，等我。奇怪，这里是我军的防御纵深地带，怎么会有日军出现？请你赶快撤离，我派几个枪法好的士兵护送你。不行，我要在第一时间向总部汇报，在这里发现日军的突发情况。好的，你们2个背上电台，护送江中尉到林子里去，快！
快点，组装盾牌。主力一部突入我军防御纵深，对我第11师构成巨大的威胁，特此通告。让江中尉速报自己的位置，我们好去营救。待て！行き止だ！抗战必胜！战机对突入之敌进行轰炸。5月26日，日军一部进至天台关以南的沙坝丘、夏家冲一带。罗广文第18师正与其激战，目前形势并不乐观。第18师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长官部没有考虑到日军这次改变了进攻方向，突然间绕到了战线的侧后方进行突袭。目前日军3万兵马正在向我第18军第11师的方向挺进，胡师长只有8000人马，敌我兵力悬殊，实在是到了最后的危机时刻。我就不明白了，重庆军事委员会和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石牌将是日军重点的进攻对象，不停地调动部队进行防御，可到最后又让日军形成了一次以多打少的局面。唉，这太让人难以理解了。这就是我们国军的将领在军事指挥上与敌军的差距，没有大的宏观的战略，没有真正的自信心，总是被动的做事情，一会儿过高的估计自己，一会儿又过于悲观失望，没有定力的指挥官和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偌大的江防战场啊，现在就要看11师的了。第11师胡师长你是认识的，当初他还是副师长，现在石牌侧翼的防守都靠他们11师了。现在再次派你过去，作为我们江防军的联络官，配合胡师长守住阵地，保卫石牌。你准备一下，明天出发。是。长官啊，哎，请走。胡长官来了，四妹和京妮妹子在里面呢。我都替胡长官着急，江中尉牺牲了，他到底想找哪个女娃子顶替啊？四妹现在挺好的，不像原来那么咋咋呼呼了，一下子就变成女人了。现在，你给我滚一边去啊！你以为长官是你啊？离开女娃就不行了。四妹，你现在变得少言寡语的，大家都很担心呢。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美云姐的事情，但总是这样也不行啊。其实，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人毕竟是为了未来活着，总要向前看呢。可是，人也要为了良心而活着。我老是在梦里梦到美云姐是哭着走的，她的嘴在动，但是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最后，她被一道很强的光给包围了，然后就不见了。我在想，她在最后还想跟我解释，可是我连这个机会都没有给她。我都做了些什么呀？好妹妹，你不要这样想。我了解美云姐，她是个胸怀宽广的姑娘，她绝对不会真的埋怨你的。每一个见到你的人都立刻能看出来，你是个特别单纯、特别善良的女孩，谁也不会觉得你是会故意伤害人的。可是我自己知道我伤害了别人，我知道我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好。哎，胡少校，你来了。我是来跟你们告别的，我马上要出发去第11师。那边现在是最紧张的时候，你可一定要多保重啊。我可是福将，命大得很。那你们聊，我还要去查病房呢。哎。四妹，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现在这样，要让你美云姐知道了会失望的。你说她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是好人了。那你觉得，一个好人是希望自己给大家带来快乐，还是痛苦？一个好人是喜欢大家因为他而受罪，还是相反？四妹，有的时候爱就是一种宽容，
爱也是一种牺牲。牺牲有很多种，但最关键的，就是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什么事情。江美云牺牲，并不是仅仅为了你。如果当时站在她身旁的不是你，我相信她也一样会冲上去救人。而且我更相信，如果她知道因为自己的英勇行为而给被救的人带来那么大的精神负担的话，我相信她一定会难受的。所以四妹，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振作起来，要快乐而坚强地面对一切。你知道我们的敌人是多么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因为过度的忧伤而失去了反抗的斗志。我们绝不能让他们这些伎俩得逞，我们更不能因为忧伤而失去了快乐。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精神饱满地活着，都精神抖擞地去战斗，那我们的敌人就会害怕，就会失败，就会灭亡。四妹，你觉得我说的对吗？我明白了。四妹，我听你的。让我们都成为坚强的战士和最后的胜利者。